好，我是 Sophie。那我最近又买了什么呢？就是它，哦，很重。我们现在来打开它吧。我买它呢，其实因为我非常想榨豆浆盒，或者是榨一些红豆薏米粥啊之类的。选择这款破壁机呢，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齐全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这一台花了我不到100刀。影片最后呢，会给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。这是箱子里面所有的东西了，接下来我会一一介绍它们都是什么。OK， 那我们从最大件开始看吧。首先看它这个杯子，挺重的，玻璃的。然后上面是带刻度的，然后这是它的刀，先放这儿。然后呢是它的底座，底座也挺重的，上面有很多 preset 的功能，比如豆浆啊、米粥啊之类的，然后基本上符合我的要求。我其实基本上会用它来打豆浆啊、打米粥啊、红豆粥啊之类的。然后哦对，它的盖子，塑料的，这个是透明的，是可以旋转开的。然后是这样，它有 lock 跟 unlock 的 position。lock 的话，把它按下去，然后这个地方，这就是锁，然后往这一推，就锁上了。然后从上面看呢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往这边推，就锁上了。然后它还有给一个棍子，其实这棍子呢是用来插到这个里面的，然后用它来按压食材，能让它搅拌得更均匀一些。接下来呢，还给了一个小量杯，带刻度的，还有个刷子，来清理的时候用的。还有个过滤的小袋子，然后最后就是说明书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榨点东西喝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说明书。豆浆的话是3/4 cup 的黄豆，对应的是1400毫升的水。我这次先用1/2 cup 的黄豆清洗，然后泡上水，放在冰箱里放1晚上。先放入泡好了的黄豆。我先烧了1壶水，所以这里倒入的是开水。这么做是因为我想缩短它加热到100度的时间。我加入了大概1000毫升多一点点的水。选择豆浆功能，第一行数字显示的是时间，第二行是温度。下面来听一下这个机器的声音有多大。
这就是刚打好了的豆浆，用了28分钟左右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我没有用它佩戴的滤网过滤，一是因为比较麻烦，二是因为我也不介意喝到一些渣渣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红豆薏米粥。这里我用了1/4 cup 的红豆和1/4 cup 的薏米。同样的，还是先洗干净，然后加水，放入冰箱泡1晚上。加入泡好了的红豆和薏米，然后我又加了几块冰糖。我这次加的也是开水。加入了1000毫升的水，用的也是豆浆的功能。为了这次视频，我特意去查了一下红豆薏米粥的英文，有很多不同的翻译。这是我在百度上找到的资料。薏米呢，外国人是基本不吃的。不过在一些中国超市里能找到，一般包装上的翻译都是 pearl barley， 这个是指珍珠米，不是薏米，二者只是长得像。而薏米正确的翻译是 Job's tears。如果你能找到更准确的翻译，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哦。这就是刚打好的红豆薏米粥。上面漂浮的是它结的一层皮，被我给搅碎了。现在把它倒在杯子里面。这次打的比较稀，下面给你们看一下我上次打的，比这次粘稠很多，因为上次用的豆比这次用的多。这是我第一次打的红豆薏米粥，因为是第一次打，所以加入的水纯粹是看心情。我觉得这个 blender 你用过几次之后你就有感觉了，下次加多少的豆，加多少的水，你凭感觉往里加就好了，或者你照着它的说明书做也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。先说优点吧。优点之一呢是它的价格，它的价格不算贵，而且功能也齐全，冷的热的都可以打。我主要是喜欢它可以打热的。我大概每周会用它至少2次。第二个优点呢，我觉得我喜欢它是玻璃材质的，因为比如打豆浆的话，毕竟要加热到100度，如果是塑料的话，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介意。OK，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它的缺点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声音很大。之前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，我也给你们听了一下。它在打豆浆的时候声音可以多大。它的第二个缺点呢，其实只是对于我来说，它的清理有一些不方便，因为它的杯子是玻璃的嘛，很重，而且它的底部又不能沾水，然后每次我要拎着那个杯子，然后在水龙头下面洗呀洗，因为很重嘛，每次洗完都累个半死。可能我觉得我的臂力有必要再练习一下。总的来说呢，我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而且它也算是我经常会用到的厨房电器之一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那就给我点个赞吧，让我知道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之后又买了什么，那就不妨订阅我吧。开启小铃铛，你就能第一时间了解到这次 Sophie 又买了什么东西。拜拜，下个视频见。